光靠心跳就能把人玩坏的主角，这是你听说过吗？这回主角是个叫阿诺斯的家伙。回到2000年前说起，那时候大陆上有个超级强的人类帝国，连精灵和神明都牵涉其中。然后出现了这么一个人物，他一个人就把一切搞垮了，搞定了人类帝国和精灵的森林。这家伙就被称作魔王，他真的是战争累了。阿诺斯就这么找勇者加隆，说咱们休战吧。双方都已经斗得不可开交。阿诺斯深知人类的贪心是没完没了的，哪怕魔族全灭了，他们还能找到新敌人，战斗是没完没了的。勇者还想信任人类，阿诺斯也信任他的魔族，于是他把所有魔力和生命都用上了，和勇者一起来了个大法，建了个1000年都不会倒的墙，把个种族都隔开了。勇者也同意了。阿诺斯临走前和他说，等我1000年后转生，咱们或许能成为朋友。魔王醒来时发现自己变婴儿了，父母正在想名字，突然听到婴儿说了句阿诺斯波鲁迪戈乌多。根据预言，继承了魔族血统的都会收到一封信，来自魔王学院的一只猫头鹰送的入学通知书，因为魔王转世很可能就在这些人里面。米夏来学院考试时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周围的学生们不小心撞到了他的通知书，只有刚认识的阿诺斯弯腰帮他捡了起来。米夏对他感激不尽，两人便一同前往学院。旁边那位自称是贵族后裔的佩斯看不起他们这种混血，还特地讽刺了米夏几句，结果被阿诺斯一口气吹散了他的火焰。佩斯气急败坏，誓言非得给阿诺斯点颜色看看不可。魔王学院的考试是场1对1的较量，这哥们显然是自找苦吃，以为自己那套反魔法装备能让阿诺斯束手无策，他甚至还拿出了所谓传说中的古老魔剑，想要在擂台上直接干掉阿诺斯。阿诺斯看着前魔王疑惑地问，就这魔剑听说能增强10倍的魔力？阿诺斯却只是冷笑一声，1乘10不还是10吗？他随口一吐气，竟把剑上的火焰又吹灭了。阿诺斯对佩斯说，你那魔剑其实是个赝品，还有你那身铠甲根本挡不住我的攻击。佩斯还嘲笑阿诺斯击不破他的铠甲，1秒钟后佩斯就满脸是血跪在地上。阿诺斯竟然只用他的心跳就产生的魔力把佩斯的血管都震碎了。尽管如此，佩斯还是死皮赖脸的挑衅。阿诺斯本来想放过他，可这家伙就是不肯认输。阿诺斯只好一响指把他彻底击溃，接着用复活魔法让他原地重生。观众席上的学生们全都目瞪口呆，这种魔法真的能实现吗？佩斯被一次又一次击败后复活，阿诺斯边打边还能开玩笑，只要复活速度够快，就完全不会有任何伤害。这可是3秒真理，但现场没人能笑得出来，大家都在看着阿诺斯对佩斯进行无情的打击，而佩斯明明是皇室成员，阿诺斯看起来也不在意，一遍又一遍的把他解决掉。最后佩斯实在受不了了，跪地求饶。只是看台上佩斯的哥哥看着很不满，阿诺斯明明只是个混血，居然敢对皇族成员这么做。阿诺斯在擂台上无人能敌，但到了魔力测试这关，跟斯波一样倒霉，因为力量太强，直接把测试设备震坏了，结果被判定为0魔力。米夏精通魔眼术，他知道阿诺斯强大到把仪器都弄坏了，除了魔力值测试，还要进行关于暴虐魔王的知识考核。首先要回答魔王的真名阿诺斯波鲁迪戈乌多，然后是魔王使用的预言歼灭炮的目的是为了让那些弱小者能有转生的机会，最后如果只能选择一个，是拥有魔王血统的孩子还是没有的，该怎么选呢？阿诺斯觉得这些问题简直太简单了。答题结束后，他发现米夏还在等他，于是阿诺斯就邀请米夏一起到他家里做客，用转移魔法一下子就回到家了。他的年轻美丽的妈妈兴奋地问他考得怎样，阿诺斯回答说挺好的，题目很简单。妈妈感叹一声，才出生1个月，他的儿子怎么可能这么聪明？转头看到了跟在后面的米夏，妈妈惊讶地说，才1个月就把媳妇带回家了，真不愧是我儿子。耍宝的父母在餐桌边好奇地问米夏，他为什么会喜欢阿诺斯？米夏马上答道，阿诺斯很体贴，他帮我捡了东西。那小子捡的东西是信吗？明明是捡了个老婆回来。晚饭后，阿诺斯亲自陪米夏回家，原来米夏的养父和阿诺斯的父母一样，都是热情又搞笑的人。米夏提到他还有个爱吵架的姐姐，他也弄不清楚他们俩的关系到底好不好。米夏敏感地注意到阿诺斯似乎有点担忧，他觉得阿诺斯真的是个特别温柔的人。阿诺斯很少听到别人这么说，以前所有人都认为阿诺斯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是不好的。米夏轻轻地摸了摸阿诺斯的头，安慰他。阿诺斯有点惊讶，决定把米夏当做自己的朋友。然而他们还没聊完，周围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竞技场。佩斯的哥哥印度来敲门了，佩斯紧跟其后，带着嘲弄的目光看着阿诺斯。在魔王学院里，混血是永远赢不了，纯正血统的皇族后裔的，哪怕偶尔赢了，事后都得受到惩罚。话音未落，印度突然抓住了佩斯的衣领，觉得他输给混血是耻辱，不配称作皇族。随后一道雷电魔法直接把佩斯击毙。比赛还没开始，怎么就先内斗起来了？处理完无用的佩斯后，他们自诩有着高贵的皇族血统，像阿诺斯这样的混血不过是无人问津的废物。阿诺斯冷笑着说，魔王意味着压倒性的魔力，不是什么高贵血统。印度指责阿诺斯侮辱了魔王的尊严。阿诺斯一头雾水，我在说我自己怎么就侮辱了呢？印度根本没注意这话，命令手下准备施展魔法。阿诺斯释放了威压，那些魔法阵立刻爆炸了。印度震惊，这是怎么回事？阿诺斯解释说，每个魔法阵都有其源头，而他就是魔族的始祖。从阿诺斯身体诞生的东西，怎么可能伤害到他的创造者呢？看到印度这么弱，阿诺斯都懒得亲自动手了，施展亡灵魔法，把已故的佩斯变成了一只僵尸。怨气冲天的佩斯一跃而起，这样的复活燃烧的是王者的灵魂，这让佩斯感到极度痛苦，对杀害自己的印度怀着深深的恨意。佩斯现在的僵尸版魔力比印度还要强大，面对这样可怕的弟弟，
底，印度无路可退。这时阿诺斯还在旁边火上浇油，这魔法能让死者保留着生前的记忆，如果两人关系够铁，印度或许能唤醒佩斯一起反击，但印度刚刚还杀了佩斯，佩斯本来就不是什么好角色，即使印度喊出了他的名字，最后两人还是一起走向了毁灭。阿诺斯摇了摇头，才过去2000年，这些魔族后辈的关系就脆弱成这样了。印度一旦死去，整个竞技场也开始坍塌。阿诺斯边释放毁灭魔法，边把正在坍塌的竞技场夷为平地，同时给米夏披上了防护罩，随手把2个不成器的后代复活了。两兄弟尴尬地坐在地上，阿诺斯让他们变强之后再来挑战自己。印度好奇地问阿诺斯到底是谁，为什么能施展这些强大的魔法？阿诺斯微笑着说：“听好了，孩子们，你们的祖宗我阿诺斯回归了。”第2天开学，阿诺斯心情大好，一进教室就宣布，从今往后这个班我说了算。但大家都没能领会那个2000年前的老笑话。阿诺斯坐到米夏旁边解释说，只是开个玩笑。米夏提醒他别人可能会当真，好多目光都集中在阿诺斯身上了。米夏解释说，学院的袖章是按魔法数值分配的，数值越高，袖章上的数字也越大。阿诺斯的袖章是学院头一次发的那种，他被评为最不适合的那一。在魔王学院的悠久历史中，只有阿诺斯被认为不适合当魔王，自己不适合做自己，真是笑掉大牙。阿诺斯觉得这里有问题，就问米夏知不知道魔王始祖是谁。米夏点头表示知道，但不能说。你是不是想说伏地魔呀？阿诺斯有所感应，然后他得知魔王名叫阿布斯，他惊讶地问这是谁啊？又问米夏魔王是个怎样的人，得到的答案更加荒谬，慈悲与冷酷并存，时刻奉献给魔族。什么阿布斯？你是说邓布利多吗？只要越能接近魔王的思想，越有资格成为魔王。米夏说目前在学院里最接近真正魔王的只有一个学生，但他还没说完。就在这时，一位金发双马尾的女生从旁边走过，这时2班的班主任艾米莉亚走进教室，让学生们分成7人一组，准备下周的魔王军比赛。要想当组长得满足一个条件，就是得掌握黑板上那个魔王军魔法。这魔法一施展，7人就要被分配不同的角色，施魔者自然是魔王，得向手下供应魔力，但单独行动时能力会减弱。老师叫学生自荐为组长，举手的都是穿红色校服的。阿诺斯一个白校服的混血也举了手，班主任直接否决了他的自荐，说混血没有资格施展这法阵。阿诺斯提出一个条件，如果他证明自己有能力，老师就得让他当组长。艾米莉亚没辙，只好点头同意。条件一达成，阿诺斯指出魔法阵的漏洞。艾米莉亚不信这阵用了2000年了。阿诺斯挥手一下，魔法阵立刻被改进，效率甚至提高了2倍。班上一片哗然，大家都在想阿诺斯到底是什么来头。这时候班主任让组长们介绍自己，金发双马尾站起来开口，他的名字是沙夏涅库洛。阿诺斯一愣，转头看向米夏，米夏点点头，原来沙夏是他的双胞胎姐姐，那按理说米夏也应该是纯血的。米夏解释说这是父母的决定。轮到阿诺斯介绍自己，他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就是魔王，但显然没人信。分组结果只有米夏站在他身边，他宁愿和朋友阿诺斯一起，而不是和姐姐沙夏。这时沙夏走过来向阿诺斯说，米夏不过是一个没有感情也无灵魂的木偶，完全是魔法造出的古怪生物。但这些阿诺斯完全不放在心上，他向沙夏解释魔法同样能孕育感情。这下沙夏面子挂不住了，他的眼睛里突然亮起了魔法阵，四周的建筑一瞬间开始崩裂，大家都吓了一跳，破灭魔眼出现了。阿诺斯这次似乎要倒霉了，然而没人料到阿诺斯一开眼，他的眼神和沙夏完全是同一种破灭的魔法。阿诺斯随后问沙夏是否愿意加入他的队伍，这样他就能和他的妹妹在一起。沙夏坚决不承认，他其实很在意米夏，一气之下就闪人了。那天的课就这样被阿诺斯睡过去了。等到放学的时候，他们俩被沙夏堵在了门口。沙夏挑起了赌局，分组考试谁输了就得听输给人的。阿诺斯如果赢了，他得加入阿诺斯的小队；如果阿诺斯输了，就得成为他的人。这太尴尬了吧！天才魔族少女向转生的魔王挑战，输的一方要无条件满足另一方的一个请求。沙夏信心满满，认为他能赢阿诺斯，想要这个和他妹妹关系不错的家伙变成他的言听计从的仆人。魔族的游戏真是玩得大呀！当老师宣布比赛开始的时候，阿诺斯和米夏只有2个人。沙夏那边竟然有7人全员到位。他作为魔王统帅着建筑大师们，他们建的城堡结实得很。而阿诺斯这边只有米夏一个建筑师，即便如此，米夏还是建了3座城堡。沙夏觉得这肯定是故意的，目的是让他们猜测哪一座才是真正的核心城堡。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阿诺斯这位本应只指挥的魔王，竟然直接走到沙夏的城堡前。沙夏一怔，然后让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城堡外围有强大的魔法保护罩。可惜的是，阿诺斯不止魔法强，他的体力也离谱得很。他单手就抓住了城墙，跟捡起纸片一样，轻而易举的把沙夏的城堡抛起又接住，然后像扔玩具一样把他甩了出去。沙夏和他的队伍都被摔得天旋地转。阿诺斯还在想，是不是这次真的放水太深了。沙夏站起来后立刻宣布要启动预言歼灭炮。阿诺斯挑了挑眉，心想这位大小姐还挺有胆色的。其他队员却犹豫了，因为这个技能很容易出错。但沙夏明白，如果不用这种顶级火系魔法，他们根本无法挑战阿诺斯。加上纯血族的威严不可小觑，在沙夏的鼓励下，队员们纷纷点头。7人一起用火系魔法集中力量，竟然真的形成了一台巨大的炮。阿诺斯对沙夏的能力颇为赞赏，毕竟才几天时间，他就能和队员一起完成魔法合体，连史莱克7怪都得叫好。庞大的火焰炮直冲阿诺斯，结果却被他轻轻一弹就熄灭了。沙夏迅速布防护挡在大家前面，但这个防御没撑多久就被一点小火焰穿透了。沙夏完全
全傻眼了，他居然能单打独斗用出那么强的歼灭炮。阿诺斯有点不高兴，他只是用了个基本的火焰。沙夏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这种小法术竟然让他败了，这差距也太大了吧。阿诺斯其实挺看好沙夏的，还邀请他加入自己的队伍。沙夏直接拒绝，要求他干脆杀了他算了。阿诺斯提到米夏也希望和他同队，沙夏犹豫了片刻，最后还是答应了加入。他刚答应，嘴上虽然这么说，心可不一定给你。但阿诺斯一夸他的眼睛，说有强大的魔力还很美，他心里就动摇了，完全上钩了。午后，阿诺斯带着两人回家，他妈一看沙夏吓一跳。阿诺斯这是同时勾搭两个，但三人相处的还挺好。吃完饭，沙夏问妹妹：“你喜欢阿诺斯吗？”米夏毫不犹豫说喜欢。沙夏愣了一下，阿诺斯拿着礼物走出来，他在一旁看着两姐妹手拉手走回家。到了家，阿诺斯问米夏：“你们姐妹和好了吗？”米夏说明天再告诉他。阿诺斯就要走了，沙夏却叫住他，问他怎么看待自己的命运。阿诺斯的回答很简单：如果不喜欢就去改变它。沙夏微微一怔，让阿诺斯走近点，然后踮起脚尖轻轻亲了他一下。他说这只是有意的吻，但说这话的时候他情绪波动，那被称为破坏之眼的眼睛闪烁着美丽的光芒。阿诺斯接受了他的吻，沙夏自嘲地笑了笑，庆幸自己遇到了阿诺斯。其实沙夏感觉米夏和阿诺斯很有几分相似，他是第一个夸他那双被诅咒的眼睛漂亮的人，也是第一个拥有和他相同眼睛的人。米夏也和他一样了，敢于直视他的眼睛。当初被大家孤立的沙夏，只有米夏愿意靠近。沙夏终于想通了，他想向妹妹道歉。米夏说他从没真的生过他的气，姐妹俩微笑着和解了。那天阿诺斯一到学校，米夏就来问他送什么生日礼物好，明天就是沙夏的生日。没想到沙夏直接加入了他们的谈话，反正现在都是一个团队的。本来沙夏想叫上其他组员，但被阿诺斯直接拒绝了。沙夏叹了口气，阿诺斯真的不懂学院的规矩，比如测试考试要5个人以上，跨年级比赛少了7个人根本不行。阿诺斯一头雾水，他确实不知道这些规定。班主任突然宣布，今天将有7魔皇之一的艾维斯来讲课，还特地叮嘱阿诺斯要尊重师长。沙夏在一旁给他解释，7魔皇是2000年前被魔王用血创造出的7大魔族成员，这所魔王学院也是由7魔皇创建，目的是为了培养新一代的魔王。如果真的有魔族活到现在，这学校怎么可能这么不给力呢？艾维斯一进教室，阿诺斯刚承诺不捣乱就开口了，喂，艾小子好久不见。全班都惊呆了，艾米莉亚甚至说要马上开除阿诺斯。阿诺斯看到小艾子，装作不认识他，直接上前用力一拍头，突然抽查起他的记忆，全班都倒吸了一口冷气。阿诺斯发现记忆里有些不对劲，就松开手让他继续上课。小艾子竟然一点没在意，就这样开始认真讲课。课上艾维斯开始讲解关于根源魔法的融合，沙夏和阿诺斯开始小声讨论，他才明白艾维斯是沙夏家族的重要人物，他自己也只见过他一次。课后，小艾子和阿诺斯单独见了面，他被抽记忆的时候，感觉自己好像真的回到2000年前。阿诺斯解释那是溯源魔法，他把小艾子遗忘的记忆重新抽了出来，结果发现小艾子记忆里的魔王名叫阿布斯迪鲁黑比亚。阿诺斯确认小艾子的记忆被人故意改动了。小艾子听着阿诺斯自称为暴虐魔王，这2000年间有人在悄悄篡改魔皇的记忆，究竟是谁干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还不清楚。小艾子表示理解，但他心里有个疑问，怀疑阿诺斯也可能操控记忆。从刚才那展示的力量来看，如果阿诺斯有其他意图，那情况就复杂了。因此小艾子决定保持中立立场。阿诺斯开始琢磨，那个自称魔王的人到底是不是真有其人，他心里在想，这人是不是要取代他。这时候班主任给阿诺斯递过来一个徽章，说是他小组里有人不小心丢的。他转身就看到米夏手里拿着一封信，在一旁沙夏的前队友正在争吵，他们不高兴地看了米夏一眼。沙夏火大了，一脚就把前面的地面轰出了一个大洞，然后他转身走到阿诺斯他们这边，等着老师宣布考试开始。大家都冲向迷宫，阿诺斯却纹丝不动。沙夏开始急了，这不是要比赛吗？阿诺斯淡定地说，只要把弟弟的权杖拿到手，就能拿到满分，不用急。沙夏惊讶地问，弟弟的权杖，连老师们都没找过的东西。阿诺斯从哪来的自信，说他肯定能找到。阿诺斯只是微笑，说这里毕竟是他的城堡。他们3个慢悠悠地走向隧道，外面已经有不少魔物被解决了。阿诺斯对米夏说，城堡地底有个宝库，等会儿我们就进去，可以挑个礼物送给沙夏。俩人毕竟是双胞胎，米夏喜欢的沙夏肯定也会喜欢。但米夏摇了摇头，他说明天就满15岁了，他并不期待什么礼物。阿诺斯还没开口问，沙夏已经跑得远远的，催促他们俩快点赶上。阿诺斯带着米夏和沙夏来到一个墙边的隐秘门口，他介绍这是个秘密通道。沙夏用魔眼试图察觉，却看不出任何异常。阿诺斯走上前，一下子就撞破了保护屏障，领着他们继续向前，重新展示了什么叫秘密通道。下方的隧道甚至透着自然光，环境似乎有所改变。他们来到一扇厚重的门前，米夏指出门上有反魔法附着，连最强的炮击都无法破坏。沙夏吃了一惊，那这门到底该怎么开？阿诺斯摇了摇头，如果魔法不行，那就用手力推开吧。那扇重达数吨的大门被他轻松推开，沙夏看得目瞪口呆。3人一同走进地下室，果不其然，中央摆着一根魔杖。沙夏兴奋地上前抚摸那杖，阿诺斯则向米夏招手，引他进入一旁的宝库。室内摆满了各式魔法道具，他让米夏挑选一件。作为沙夏
夏的生日礼物，米夏马上就挑中了一件，那是件红色的不死鸟长袍。阿诺斯赞同的点头，这件长袍能赋予穿戴者不灭之火的力量，米夏觉得这非常适合他姐姐。这时候米夏注意到一枚戒指似乎在向他招手，阿诺斯介绍那是莲叶冰的戒指，强大到可以冻住整个七海呢。不过米夏对这戒指没什么兴趣。离开宝库后，米夏把长袍递给了他姐。沙夏眼里的光彩一闪而过，他意识到自己还没准备礼物给米夏。沙夏准备去试新衣服，阿诺斯只好回宝库避一避。米夏跟姐姐说今天特别开心。阿诺斯出来后，却看到沙夏衣服上有血迹，不会吧，他真的伤了米夏？沙夏嘲笑阿诺斯太容易上当，连一个吻都迷惑他了。这一切都是他精心策划的，只是为了赢得最佳表演，他才不会和米夏这样的人偶沾边。说到生日礼物，他根本就不感兴趣。阿诺斯却反驳他在撒谎，如果沙夏真想杀米夏，应该更彻底一点，不是吗？只是用小刀捅一下，根本就像是开玩笑。这种恶作剧的代价不小啊。沙夏解除了和阿诺斯的契约，反问他不担心米夏会死吗？沙夏声称米夏不过是个人偶，被制造出来后就注定悲惨。他对米夏说喜欢看你被骗的样子，这样的米夏真是太讨厌了。沙夏说完就带着魔杖想逃跑，阿诺斯一把抓住他，同时赶紧治疗米夏。从阿诺斯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知道沙夏在撒谎。米夏曾提过，沙夏一激动，他眼里的光芒就会不自觉地闪现，但刚才沙夏说那番话，眼里一点光都没闪，这就说明他并不真的恨米夏。醒来地米夏让阿诺斯原谅他姐姐。阿诺斯本来想搞清楚整件事，但被米夏那眼神打动，最终他还是释放了沙夏。沙夏捡起魔杖，头也不回地走了。他盯着还剩7小时的倒计时，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米夏因为把阿诺斯当成朋友，才吐露出姐妹俩之间的秘密。到了15岁生日的0点，米夏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不是因为他是魔法人偶，而是因为米夏这个人本来就不该存在于这个世界。到了15岁这一天，米夏就要消失了。原来他和沙夏是同一个人，只不过在还没出生时，有人用魔法把沙夏的心脏分一半给了米夏，这才有了米夏在这个世界的存在。阿诺斯明白了，幕后之人是小爱子，这是2000年前的根源分裂魔法。15年后，米夏就会回到沙夏身体里。小爱子用这个魔法，想要创造一个更强的魔族。米夏的梦想只想平静地过完一生，但命运让他只能活到15岁。他早已接受，最后没人会记得他，但阿诺斯是第一个跟他打招呼的人，两人很快就成了朋友。米夏感到这是他短暂生命中的一段奇迹，他即将要告别他唯一的朋友。米夏心里有点舍不得。阿诺斯紧紧抱住了米夏，他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后悔和不可能这2个词。于是阿诺斯下定决心要帮米夏实现他的愿望。米夏说他想跟沙夏重归于好，阿诺斯让米夏坚信他一定可以生存下去。米夏点了点头，阿诺斯随后带着他瞬间移动找到了沙夏，并向沙夏表达了米夏希望能和姐姐和解的愿望。米夏想要知道姐姐是不是真的讨厌他。沙夏一时语塞没有回答，而是跟阿诺斯打了个赌，如果阿诺斯能控制他自己设下的2个阵法，他就会回答米夏的问题。阿诺斯毫不在意地答应了。沙夏随即拿出魔杖，开始在地上勾画魔法阵，2个魔法阵，一个根源同调，一个主格交替，这都是沙夏自己研发的魔法。阿诺斯刚要解释这2个魔法，却被沙夏打断，他让阿诺斯只管维持根源魔法。从一开始，沙夏根本没想赢，他看着站在魔法阵中的妹妹，内心感到非常苦涩。沙夏真的不喜欢自己的妹妹吗？这怎么可能？当初所有人都害怕他的时候，米夏一直都在他身边不离不弃。正是因为有了米夏，他才能抑制住魔眼的力量。为了让自己最爱的妹妹能够生存下去，沙夏一直都在努力研发新的魔法。在这短暂的15年生命中，沙夏已经感到非常满足。他决定把余生都献给妹妹。主格交替魔法可以让米夏成为主人格，但是这个魔法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米夏必须要讨厌他。所以沙夏故意做了坏人的样子，他这么做都是为了让米夏恨他。他本以为这次可以成功，但是魔法阵一激活就崩溃了。米夏不明白姐姐为什么要撒谎，但他心里依然是爱着沙夏的。这下沙夏的最后希望也破灭了。他希望米夏能够讨厌他，但米夏却说他已经很满足了，有朋友有姐姐就足够了。沙夏无奈只好求阿诺斯帮忙结束自己的生命来保护米夏。阿诺斯突然提起入学考试的一个题目，要在一个有天赋和一个没天赋的孩子中选择一个。阿诺斯的选择是2个孩子都要救，既然2人的本源注定是要合并的，那他干脆直接改写过去不就行了？从一开始就让2人成为不同的魔族。等到了午夜，他把2人送回15年前，这样4个本源就能合并成2个，这样一来2人就能变成带有不同本源的双胞胎。但这需要2人自己也参与回溯。阿诺斯可以利用魔法阵给他们传输力量，只要2人凝视他们的起源时刻，但要让这个起源真正生效，只有魔王始祖才有这个能力。想要重启一切，他们得真心相信阿诺斯是那位传说中的暴君。2人都同意了。这时候小爱子突然袭击，一刀直接刺入阿诺斯的心脏，这证明了合并后的2姐妹成为了真正魔王的宿主。阿诺斯轻轻一笑，对小爱子说，这点小伤算什么，至少对我来说。他反手一剑直接反击刺中小爱子。阿诺斯启动了魔法阵，让时间为姐妹俩倒流。3人进入了一片无垠的白色空间，开始改写历史。欧格登场了，来阻止他们改变过去。欧格在这片空间给予小爱子掌控时间的力量，小爱子挥舞着镰刀准备还击。阿诺斯迅速发动了一击毁灭炮，但被时间停止技能挡下。艾维斯投掷连刃，成功击破阿诺斯的护盾。沙夏非常吃惊，他劝阿诺斯别管这俩了，
自己先逃命去吧。阿诺斯却镇定自若的让他们信任自己。紧接着小爱子瞬移到他背后，用镰刀穿透阿诺斯的胸膛。小爱子嘲笑阿诺斯，自从2000年前逃避战斗，他就不再是魔族的合适领袖。阿诺斯突然出现在他背后，真的以为是这样吗？两姐妹松了一口气，一切安好。小爱子以为他已经停止了时间，以为他们都无法动弹，却见阿诺斯慢悠悠的走来，他的魔力如此之大，连神明都难以超越。阿诺斯对小爱子说，拥有力量并不代表一切，哪怕是最高的权力也不会成为魔王的标志，不仅仅因为他的名号，还因为他那不凡的力量和地位。阿诺斯注视着两姐妹，一个一心想要改写自己的命运，另一个把他看作救星，他当然不会让他们失望的。他们终于理解并信任了阿诺斯，正是他们心中的真魔王。于是阿诺斯的法术开始发挥作用，姐妹俩一起被带入时间的逆流，成功解开了他们的困境。阿诺斯转向小爱子，提醒他一句，别忘了这里是魔王的领地，在这里对抗魔王无疑是自寻死路。一把能够毁灭一切的魔剑出现，小爱子顿时惊呆了。阿诺斯对他说，这把剑的对手没有一个能幸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小爱子挣扎，阿诺斯挥动了他的魔剑，直接将其斩断。他体内出现了2个圆核，随即一起消失了。阿诺斯随后用鲜血重新塑造了小爱子，他的记忆被人篡改，他被杀害后融入了其他的圆核。阿诺斯恢复了正确的记忆，传给了小爱子，并让他暗中调查那个所谓的阿布斯。两姐妹也恢复为独立的个体。阿诺斯提醒他们考试还没完，两人苦笑着。米夏感觉有些累了，在阿诺斯拾起他掉落的信件之前，在此之前，米夏总感觉自己命不久矣，一直不敢打开养父母寄来的信。姐姐紧紧抱着米夏道歉，两人重归于好。阿诺斯把一枚莲叶冰戒指交到米夏手上，回想阿诺斯转生之前，他极其信任一个人，那就是剑痴左右手星。当时他们正与精灵族作战，阿诺斯派星去消灭水精灵，见他杀敌如割草，决定给予他奖励。星却表达了转生的愿望，但他不懂根源魔法，知道转生意味着失去所有记忆，星却不在意，愿意重新学习剑术，觉得这也挺有趣。阿诺斯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命令星去追击大精灵雷诺，自己则留下来对抗英勇的加隆。快进到现在，阿诺斯虽然得到了权杖，但老师说话了，声称权杖在鉴定前不翼而飞了，于是只能按刚刚及格的分来评判。沙夏勃然大怒，四周低声议论，有人怀疑阿诺斯因害怕鉴定而把权杖藏了起来。这时旁边的混血族女生站了起来反驳，如果发生这事的是纯血，老师绝不会只给及格分。班主任冷冷回应，提到了一个叫米莎的女生，校规禁止任何派系活动，再有反驳就得警告处分。阿诺斯一挥手，从一个纯血学生身上取出那根被盗的法杖，低声对班主任说，下次搞这种事情要隐蔽些。老师无奈命令大家安静，明天还有七魔皇的课，有剑术课要上。放学之后，米莎找到阿诺斯表达了感激之情。阿诺斯好奇地询问了下统一派的事情，米莎情绪激动地开始解释，学校里分纯血和混血两派，纯血受人尊敬，而混血则常被忽视。统一派的目标是消除混血和纯血之间的隔阂，而且他们都坚信阿诺斯是真正的魔王。米莎邀请阿诺斯去活动室看看。七魔皇的梅鲁黑斯也支持统一派，当得知米夏和沙夏也认为阿诺斯是魔王，米莎热情地邀请了他们。到了统一派的会议室，三个人才意识到这个所谓的统一派其实是个阿诺斯的超级粉丝团。沙夏随手翻了翻一本书，里面全是阿诺斯的同人画，应有尽有。沙夏看得满脸通红。米莎说有件东西想让阿诺斯看一下，他们一起走进了存储室，那里有一把断了的剑。米莎说这是他父亲送给他的剑，他的父亲属于魔族，母亲则是精灵。米莎是个混合了魔族和精灵血统的混血，他从未见过自己的父母。米莎猜想自己的父亲可能是个皇族成员。米夏向阿诺斯解释，纯血的使命是保持血统纯洁，一旦生了混血孩子，孩子就会被送走。这把剑只剩下一半。米莎相信终有一天，混血和纯血之间的冲突终将化解。他还希望能见到自己的父亲，因此他们都渴望加入阿诺斯的团队。阿诺斯想先看看这些人有多坚定。第二天，大家在上魔剑课时，两位七魔皇老的盖奥斯和伊多鲁也来了。阿诺斯看到沙夏没有拔剑就开玩笑，沙夏反问他不是也没拔吗？阿诺斯笑着说这世界上只有一把剑他拔不出来。沙夏很惊讶，阿诺斯便解释那是传说中勇者的圣剑，由精灵锻造并得到诸神的祝福，专为对抗他这个大魔王而制。阿诺斯轻轻一挥手，魔剑便飞入他的手中，但除了阿诺斯，那个白发的新生竟也把剑拔了出来。根据规定，这两位七魔皇老要向成功拔剑的两人挑战，结果伊多鲁立刻被新生击败，同时阿诺斯也击败了盖奥斯。两人相互对视，新生对阿诺斯很感兴趣，甚至不听老师的劝阻，坚持要加入阿诺斯的队伍。这个人名叫雷伊，被誉为炼魔剑圣的剑术奇才。班主任称阿诺斯不适合，雷伊不解，像阿诺斯这样的人不适合当魔王，那这个考试还有存在的意义吗？但阿诺斯拒绝了雷伊的加入，他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需要的。雷伊还是想加入自己的队伍，至少展示点真正的本领吧。下周正好有个小组对抗赛，阿诺斯决定让米莎加入雷伊的队伍，只要他们在比赛中表现出色，他就会考虑让他们加入做他的部下。雷伊也同意了这个安排。比赛前夕，雷伊鼓励米莎和其他人加油，大家都很惊讶，雷伊这个纯血族居然完全不介意他们是混血的事实。雷伊从不在乎是否纯血或混血，他还说他相信创世神从不会认为纯血是至高无上的。在另一边，米夏迅速构建了一个巨大的冰城堡，沙夏惊讶于他的进步速度，米夏认为这是因为戒指的作用。阿诺斯故意卖关子不透露真相，阿诺斯和沙夏各自去对付不同的对手。阿诺
诺斯瞬移一下出现在雷伊面前时，才发现雷伊已经把自己的魔剑和魔力都借给了米莎他们，自己只留了一把盾剑来对抗阿诺斯。阿诺斯不趁人之危，拿起地上的树枝跟他进行对战。米莎他们用借来的魔力组装出了一个巨大的机器人。阿诺斯对莎夏说，他可以和他妹妹一起使用歼灭炮。莎夏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但米夏已经开始组装大炮，居然只靠他一个人成功的造出了歼灭炮。当莎夏接手后，用一炮就把巨型机器人打穿了。米夏向姐姐透露，他们通过与过去的根源合并，魔力至少增加了1倍。莎夏还没来得及高兴，这时米莎突然从后面偷袭了，她一时防不胜防就受伤了。就在阿诺斯和雷伊激战的同时，莎夏果断释放了不死鸟法医，准备正面迎战米莎。谁知道米夏突然从城堡中传送出来，两姐妹肩并肩，首次施展了家族的秘传技能冰火魔法。虽然是首次合作，但两人的配合出奇的默契，造成了巨大的蒸发式伤害，迅速击败了米莎和她的队伍。两姐妹还没来得及高兴，旁边的阿诺斯和雷伊已经打得天昏地暗，周围沙尘滚滚。好在这片森林魔力充沛，第二天就能自然恢复。但得说雷伊真的挺聪明，边战斗边学习，还在进步。阿诺斯这是他遇到的第一个这么强的对手。雷伊以为找到了破绽，猛地一剑刺去，阿诺斯却巧妙地转动树枝，竟然把雷伊的剑给挑飞了。雷伊承认败局，但一点也不感到沮丧，他总觉得他以前见过阿诺斯。阿诺斯猜测可能是前世的熟人，两人握手决定下次再续前缘。阿诺斯即将成为魔王，他的父母全力支持，伊莎贝拉甚至向七魔皇求教。米莎和雷伊被阿诺斯视为己出，因此也一同出现在他家的餐桌上。魔王的团建就是家庭聚餐。饭局结束后，莎夏才得知阿诺斯仅出生1个月，他还没出生就差点没了命。伊莎贝拉祈祷了好久，终于保住了孩子的命。现在阿诺斯健康得很，对他来说压死几个神简直是小菜一碟。楼下的雷伊和米莎开着窗聊天，米莎觉得雷伊这个皇族竟然不计较血统，这也太不像皇族的作风了。雷伊听说米莎是半灵半魔，关心地问她身体有没有不适，因为这种血统相冲，通常活不了多久。米莎心想，你这是在咒我吗？我还蹦蹦跳跳的呢。雷伊对米莎的出身感觉挺特别的，但他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第二天上课时，班主任兴奋地宣布雷伊被选去参加魔剑大会，阿诺斯也被选中了，两人要开始准备大会上要用的魔剑。下课后，雷伊找阿诺斯聊天，阿诺斯有点疑惑，皇族不是看不起混血吗？让他参加魔剑大会，这不是自找苦吃吗？这时米尤告诉阿诺斯，七魔皇牢里的一位梅鲁黑斯想见他。出乎意料的，梅鲁黑斯一见到阿诺斯就跪下了，他的记忆被删了，但深层的记忆还记得真正的魔王，所以他知道2000年前阿诺斯为了构建隔离墙而死。因为阿诺斯的转世，梅鲁黑斯的记忆被删除，被关在了墙外的精灵族地带，这已经持续了100年了。刚穿过墙回到魔族这边，一看这情况，魔王居然变成阿布斯了，100年不见，家里已经换了主人，梅鲁黑斯也摸不着头脑，这哥们脑袋是不是有点不清楚，居然敢冒充封号2000年的大佬。说到魔剑大会的事，梅鲁黑斯觉得肯定是皇族的人搞的鬼，阿诺斯是我们统一派的希望，皇族肯定想看阿诺斯出丑，这样就能打压统一派的势头，为你这皇族不会真叫康复吧？梅鲁黑斯提醒阿诺斯最好别去参加魔剑大会，以防有人故意针对你。阿诺斯点了点头。下午回家一看，米夏竟然在家里跟他妈妈一起学做菜。伊莎贝拉得知阿诺斯参加魔剑大会，高兴地做了好多好菜，蘑菇炖菜 X3。阿诺斯看着他满是期待的眼神，实在开不了口，说魔剑大会他想要挂机，就找了个借口说自己没武器。伊莎贝拉正要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这时米夏为阿诺斯尝了尝菜，吃完饭，伊莎贝拉已经开始想象大会结束后的庆功宴了。阿诺斯为了感谢米夏的美食，答应和米夏出去玩。米夏带阿诺斯去了他最爱的工坊，这里专门制作工艺品，越是小巧的越受欢迎。米夏做了个一家人吃饭的小场景，说要送给姐姐当礼物。阿诺斯也试着做了一个。这时候店主送来了茶，看到阿诺斯的成品后，直接尖叫了起来。阿诺斯居然把整座城市雕刻进一颗小小的水晶里。店主说他愿意把所有家当都掏出来买这个，连店都愿意送给阿诺斯，但阿诺斯根本没打算卖，他把它做成了一个戒指，然后送给了米夏。米夏感觉阿诺斯总在帮他，但他好像没什么能帮到阿诺斯的。阿诺斯摇了摇头，说米夏的眼光很独到，他的工艺水平也很高，不用觉得自己差。他虽然魔法强大，但大部分都是毁灭性的。米夏的创造力很强大，只是成长速度慢些，慢慢来就好。两人一起望向前面的猫咖啡店，看到米夏很感兴趣，阿诺斯就带他进去了。其实阿诺斯也是冲着猫咖来的。小爱子变成黑猫来传递消息，他查到了梅鲁黑斯的情况。虽然梅鲁黑斯属于统一派，但他并不是领导者，真正的领导者连统一派的人都不知道。而在魔王城里，还有一个神秘的存在，名叫洛格罗斯，和魔法医院有关。但小爱子觉得这个人可能只是个傀儡。阿诺斯点头，让小爱子继续深入调查梅鲁黑斯和魔剑大会的事，他则继续陪米夏去了洛格罗斯的魔法医院。没想到却偶遇了来看望母亲的雷伊。阿诺斯挺看好雷伊的，跟他说有事随时开口，可以帮忙治好他妈妈，但雷伊却礼貌地拒绝了。阿诺斯跟雷伊提了提，他可能不会去参加魔剑大会。雷伊看起来并不是很失望，反倒是提议下次再战。米夏察觉到雷伊情绪有些不稳，阿诺斯叫小爱子也去调查下雷伊的情况。魔剑大会终于拉开帷幕，伊莎贝拉也特意来到现场给大家加油。魔剑还没正式交到手上，阿诺斯注意到爸爸最近一直早出晚归，伊莎贝拉趁机溜了。小爱子向阿诺斯报告，魔剑大会和梅鲁黑斯似乎没啥关系，反而是盖奥斯和伊
多鲁在背后捣乱，他还查到了雷伊的情况，据说他妈妈得的是精灵病，2000年前这病还没出现过。小爱子劝阿诺斯最好不要参加魔剑大会，阿诺斯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魔剑大会的第一场就是对抗洛格罗斯剑术协会的，上届的冠军是皇族成员阿诺斯的班主任艾米莉亚的哥哥库鲁特，阿诺斯就要面对这样一位对手。观众们对混血儿的嘲讽不断，伊莎贝拉坚决不让任何人贬低他孩子的梦想。这时候爸爸带着伤带来了自己打造的魔剑，只要赢了就更接近魔王的宝座。两人都认为成为魔王是阿诺斯的梦想。阿诺斯终于想通了，一个躲在暗处的小人有什么好放在心上，他不在乎对方有什么诡计，他现在只想让家人快乐。于是阿诺斯走上台跟库鲁特说，抱歉啊，咱们今天快点结束吧。统一派派来几个姑娘，还特地为阿诺斯准备了助威歌。阿诺斯一边揍库鲁特，一边被统一派的人唱歌鼓劲，这嘲讽真是致命。库鲁特一下就被干掉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会输。阿诺斯说是他爸爸打造的剑非常特别。班主任艾米莉亚对阿诺斯的厌恶更甚了。雷伊也赢了接下来的比赛。阿诺斯和米莎这时才知道雷伊加入了洛格罗斯剑术协会，这可是个有皇族背景的组织。米莎问雷伊是不是受到了威胁，雷伊没正面回答，而是告诉阿诺斯他们可能要斗个你死我活。阿诺斯一听直接还嘴挑衅回去，两人立刻开打。雷伊伤了阿诺斯的手臂，阿诺斯的指尖也刺进了雷伊的胸膛，双方都没下狠手。雷伊撤剑走人。阿诺斯对米莎说，雷伊被魔道具锁定了根源，一旦违抗命令，根源就会消失，他就会死。雷伊没有向任何人求助，威胁他的肯定掌握了一些把柄，可能是他在医院的母亲。雷伊和阿诺斯几乎横扫了所有对手，明天才是决赛，统一派的女生们也在观看。祝贺阿诺斯取得胜利。伊莎贝拉建议阿诺斯去休息一会，自己去取比赛用的魔剑。比赛规则中禁止更换剑，因此统一派的8个女生也决定和伊莎贝拉一起守护魔剑。阿诺斯带着米莎前往洛格罗斯魔法医院，他们见到了雷伊的妈妈席拉，她的魔力正在消失，根源也在减弱，如果继续这样，席拉可能会死。阿诺斯推测是精灵病，这是一种特有于半精灵半魔的疾病。米莎感到困惑，雷伊是纯种的，为什么他的妈妈会是混血呢？这时席拉醒了，雷伊曾经跟他提过阿诺斯，席拉立刻认出了阿诺斯，他也知道雷伊的根源被锁定了。雷伊为了治疗他，答应了皇族的要求。阿诺斯理解了，一旦治好席拉，就没有人能再威胁雷伊了。精灵是由人们的传言或者遗传而来，就像城市传说一样，相信的人越多，它的存在就越强大。半精灵半魔的存在较少为人知，因此相关传说和根源很弱，精灵也会随之消失。要治好席拉，只需要传播他的传承，但席拉自己都不知道他的传承是什么。不过他今天感觉好多了，甚至能够正常交谈。阿诺斯猜测，可能是有关他的传言被人传开了。席拉向阿诺斯讲述，雷伊从小就对剑术情有独钟，但因为他太强了，总是找不到匹敌的对手。他倒下之后，雷伊变得更加孤僻，直到最近，雷伊高兴地跑回家说，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席拉希望阿诺斯能帮雷伊摆脱束缚，他不想让雷伊为了他继续承受重压。米莎恳求阿诺斯救席拉，但不知道传承难以直接治愈。阿诺斯和席拉的根源也不同。这时米莎提议用自己的魔力来救席拉，阿诺斯答应了，现场就创造出一种新魔法，将自己的魔法转化为能量攻击米莎。米莎再将魔力传递给席拉，这样来回几次，竟然真的起作用了。就在两人交流的过程中，阿诺斯的目光投向窗外，此刻统一派的8朵花正护送伊莎贝拉离开。突然艾米莉亚这位不请自来的客人出现了，她宣称要把魔剑交给运营委员会保管。听闻此事的伊莎贝拉决定亲自送去。艾米莉亚一怒之下伸手想抢夺魔剑，但没抢到，于是释放了魔法，试图杀死伊莎贝拉并毁掉魔剑。伊莎贝拉因脚扭伤而偏离了攻击轨迹，艾米莉亚继续施法攻击，被8朵花挡了下来，但他们的实力完全不是艾米莉亚的对手，一个接一个倒下了。艾米莉亚从未将混血视为自己的弟子，她坚信混血本身就是个错误，因此她决定铲除所有混血。8朵花阻挡了艾米莉亚的进攻，让伊莎贝拉赶紧撤离。艾米莉亚无情地打击了那8个人，接下来的攻击直接向伊莎贝拉飞去，幸好阿诺斯及时赶到，挡住了那一击。他治愈了伊莎贝拉和那些倒地的人，他赞扬并感谢了那8个人，确保了伊莎贝拉的安全。阿诺斯知道班主任对混血有偏见，但他通常不与小角色计较，这次艾米莉亚却要伤害他的母亲。虽然阿诺斯看上去易相处，他怎能放过艾米莉亚？阿诺斯的一剑直接穿透了班主任的身躯，在他哀求时冷酷地结束了他的生命。艾米莉亚不是很讨厌混血吗？阿诺斯把他变成了一个混血魔族，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血统。面对自我毁灭的念头，艾米莉亚崩溃了。阿诺斯却施加了一种咒语，不论他死多少次，都将作为混血重生，这样艾米莉亚就能深刻体验他所鄙视的混血到底是什么感觉。在另一场景中，雷伊看见米莎在给席拉传输魔力，米莎询问雷伊，如果席拉痊愈，雷伊是否就无需再听皇族的命令？雷伊认为他是好人，但米莎应该去帮助更多的人，而不只是他们当前的这几个，就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米莎却是摇了摇头，如果遇到困难的人不伸出援手，那遇到更多苦难的时候，他就更没勇气站出来了。雷伊真的很佩服米莎，但还是不得不把她击晕，否则米莎可能会丧命。雷伊小的时候被家族逐出，是席拉收留了他，如今席拉却让雷伊去追求自由，不愿成为孩子的负担。看着席拉睡去后，雷伊悄悄地离开了。回房途中和阿诺斯四目相对。第二天，他们2个走上魔剑大会的竞技场，战斗即将爆发。由于血统派的阴谋，魔王和挚友不得不见
止对方。比赛规则是击败对方或者摧毁手环都能获胜，但皇族派对阿诺斯的手环做了手脚，如果破坏了那吸收魔力的手环，席拉就会命丧当场。打败雷伊，雷伊会被根源魔法致命。皇族派明显是要置阿诺斯于死地，两人激烈交战。雷伊注意到手环的异常，皇族的人让他尽量拖延时间。雷伊为了公平径自刃一剑，魔法道具也伤到了他的生命根源，他主动破坏了契约，他的生命已所剩无几。养母也患了不治之症，雷伊不想让阿诺斯牺牲，决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全力以赴公平对决。阿诺斯点了点头，这才是他心目中的朋友。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两人剑法快到极致，魔族根本跟不上他们交手的速度。只有雷伊和阿诺斯自己明白，每一招每一式都直指对方的要害，一点失误就可能被剑意直接打伤。互相攻击之中，真是紧张到让人心跳加速。别问为啥没有细节，因为导演没给画，就将就看吧。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招了，所有人都盯着擂台。雷伊和阿诺斯几乎同时出手，阿诺斯的右手猛地一挥，雷伊的剑突然断了，雷伊胸口也被魔剑穿透。就在这时，第三方势力搞事情，放出了魔法阵，阿诺斯被拉进了异次元牢笼，而一直在暗中操控雷伊和他的，竟是伪装成猫头鹰的梅鲁黑斯。梅鲁黑斯早就等这一刻了，他设局让他们俩互相厮杀，还用手镯抽走了阿诺斯大半的魔力。此时阿诺斯一只手断了，雷伊也不知生死，他这边还带来了2个老巫师。梅鲁黑斯以为已经稳赢了，阿诺斯凭什么跟他抗衡？阿诺斯却笑了笑。就这，3个老头大吃一惊，2个长老瞬间被干掉。梅鲁黑斯不敢相信的回头，雷伊竟然还没死。原来阿诺斯的最后一击看着像是要杀死雷伊，实际上解除了那个抑制雷伊生命力的魔法道具。梅鲁黑斯把席当人质，想逼雷伊投降，谁知阿诺斯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直接叫梅鲁黑斯试试看。雷伊紧咬牙关，他对阿诺斯充满信任，并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梅鲁黑斯稍作犹豫，阿诺斯一把扔出了武器，雷伊抓住机会冲进异空间救袭。算计失误的梅鲁黑斯释放了2000年前阿诺斯死后遗留下的4界墙，这是一道能摧毁一切的臂障，被他稍微挖了个小洞。现在这臂障加上被吸走的阿诺斯的魔力，梅鲁黑斯以为阿诺斯已经束手无策了，没想到阿诺斯的断臂仍然能够行动。梅鲁黑斯迅速移动，闯进了一个除了施法者外无人能进的空间。魔族重生后，只能从生前的异成魔力开始恢复。阿诺斯能恢复那么多魔力，完全出乎他的预料。梅鲁黑斯自认为阿诺斯找不到自己的藏身之处，于是一边用杖臂攻击阿诺斯，一边直播雷伊和席受攻击的画面，逼阿诺斯不得不出手救雷伊和席。雷伊请阿诺斯造一把反魔法剑，他决定亲自挑战臂障的攻击。阿诺斯开始向剑中注入大量魔力，但这把剑毕竟非实体，无法承受阿诺斯太多的魔力。当雷伊用剑挡下攻击时，臂障的力量震碎了长剑。梅鲁黑斯哈哈大笑，却不知大祸临头。雷伊以为自己斩不断臂障，准备牺牲自己，让阿诺斯逃生。这时席拉突然醒来，他安慰雷伊说他能做到。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席拉回想起他的本质，决心牺牲自己，恢复他的精灵本体。席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雷伊当然不会让他失望。他回忆起母亲在他小时候支持他练剑，总是相信他可以斩断任何东西。雷伊没有让他失望，他用一剑斩断了臂障和次元，甚至还伤到了藏在最深处的梅鲁黑斯，但席拉也随之消散。阿诺斯瞬间出现在梅鲁黑斯的背后，精灵剑留下的伤痕帮助他定位了梅鲁黑斯。梅鲁黑斯吓得脸色大变，用魔法围住阿诺斯。一场剧烈的爆炸之后，阿诺斯居然毫发无损，他甚至召唤出了传说中的魔剑。尽管转身后魔力只有1/10，阿诺斯也不例外，但在这场战斗中，他被臂障和手环唤醒了一部分力量。梅鲁黑斯震惊，这样强大的魔力只是1/10。他试图逃跑，却忘记了阿诺斯的魔剑能斩断一切，不论梅鲁黑斯如何施展次元攻击，都被轻易抹除。魔剑穿透了梅鲁黑斯的头部，阿诺斯这才发现这个倒霉的家伙也是被魔道具控制了思维。两人离开了次元，外面的时间仍然静止不动。原来几天前梅鲁黑斯刚见完阿诺斯，就被施加了控制魔法。阿诺斯让他释放另外2人，把2人的根源里被污染的部分去除后，阿诺斯发现了那个疑似控制梅鲁黑斯的黑袍人，对方跳进次元逃跑了。他叫梅鲁黑斯去复活2个人，自己停止了时间停止。比赛的胜者是阿诺斯，阿诺斯赢了比赛，直接举起魔剑向所有人宣布，胜利全靠魔剑，剑中蕴含了他的心意，他父亲才是真正的大师。这番话让他老爸感动的不行。阿诺斯这么做是有他的理由，他治好了重伤的雷伊，还用自己的血复活了席拉。席拉的本质其实是剑，只要剑灵的传说被传开，席拉的本源就能稳固下来。魔剑大会是魔族所有人都关注的盛事，阿诺斯刚才的话通过直播传遍了各地，这样席拉才有机会复活。而这次魔剑大会的奖品颁发者是沙夏，沙夏在递剑的同时还送上了祝福之吻。他转过脸对阿诺斯说，他知道阿诺斯会赢，所以才接下了这个颁奖任务。2000年前，阿诺斯找到勇者加隆想和解，在他看来，加隆会同情魔族，是个真英雄。可惜加隆的师傅
杰鲁凯，对魔王恨之入骨，认为魔族害死了他的家人，但人类也害死了阿诺斯的母亲。阿诺斯重创了杰鲁凯，让勇者去魔王城深聊一番。杰鲁凯却跟加隆说，魔王得去死一个。2000年飞一样过去，阿诺斯他们一行人去了学院。3年级的班主任梅诺因艾米莉亚不在了，暂时接手1年级班主任。他带来了个新闻：3周之后，3年级要和1年级一起去参加人类勇者学院的比赛，就是要去人界那边。虽然两边平时很少来往，但合作比赛早有计划。学生们都在想，勇者学院到底是个啥地方？本来这是3年级才学的内容，但既然有人好奇，梅诺老师决定还是解释一下。勇者是2000年前的大英雄，跟魔王军一样有名，人类那边也有自己地勇者小队。阿诺斯对这些也有研究。魔王军是分配魔王力量给手下，而勇者小队则是把伙伴的力量和心情传给勇者。也就是说，魔王像是大家的妈，给每个孩子分配点心吃；勇者则是野爹，把队友的东西都尝一口。勇者小队是为了打败魔王城特地组建的。梅诺老师点了点头。这次比赛就是看魔王军和勇者队谁强。他很想知道阿诺斯怎么这么清楚勇者队的事。阿诺斯笑了笑，上辈子看多了自然就懂了。下午老师说可以自习，阿诺斯拉着4个小伙伴跑去森林，打着练习的旗号，其实就是单方面的碾压。沙夏的魔力爆发还不给力，米夏的支援配不上雷伊的火力，米莎的精灵魔法还得加强。阿诺斯跟他们讲，他了解地勇者，无论是意志还是力量，都强得不像话。现在这个时代，不清楚勇者有没有重生，但是勇者学院宣称有勇者的后继者，阿诺斯当然得训练下队友。梅鲁黑斯带来了消息，还有2个人的记忆被消除了，除了梅鲁黑斯，剩下的魔皇七老原本可能都成了阿布斯的妻子。梅鲁黑斯警告阿诺斯，这次学院战要小心点。他一直觉得那勇者学院不是什么好地方，勇者本是战乱时的英雄，在和平时期，勇者学院开始搜寻勇者的转世，具体原因也没公开，挺让人疑惑的。阿诺斯发现雷伊来了，雷伊在魔剑大赛中断了剑，阿诺斯答应帮他找把新剑。雷伊试了下这把魔剑，但发现没反应。阿诺斯解释这剑有点特别，只有专心致志才能发挥出真正的威力，平时就跟废铁似的。阿诺斯提到2000年前有个左右手叫星，不论什么剑他都能驾驭，跟雷伊挺像的。雷伊笑了笑，难道他就是新的转世？阿诺斯也说不准。雷伊点了点头，他也觉得自己可能是转生的，但具体的记忆就是没有，好像是跟某人定了个契约。提到契约，阿诺斯就想到了勇者加隆，他们上一世约定这一世要成为挚友，感觉话越说越离谱了。这次的学院比赛，魔界采用了淘汰赛制，只有10天时间，要从魔界赶到勇者学院，如果规定时间内没到就会被淘汰，连路线都没人指导。大家正忙着计算路程的时候，阿诺斯直接使用瞬移，一下子带着大家到了勇者学院。沙夏抱怨说完全没有紧张感，雷一看时间还早想去周围看看。米莎和米夏打算回宿舍，先联系好8朵花别走丢了。沙夏就和阿诺斯一起去调查事情，看到街角的孩子们笑着玩耍，阿诺斯感叹真的是太平盛世了。沙夏有点担心阿诺斯会出幺蛾子，毕竟比赛就要开始了。这时候阿诺斯又称赞沙夏的眼睛真好看，让这小姑娘心情大起大落。但阿诺斯并没有撒谎，他对沙夏说他需要用到沙夏的眼睛。沙夏一听这话，差点就把毁灭波释放出来，幸好阿诺斯及时用自己的眼睛将其压制。沙夏也同意了，用自己的眼睛保护大家，但他要求阿诺斯别再把他当小孩子看。两人一起到了勇者学院，阿诺斯准备进去看看情况，结果刚到门口就被拦下了。勇者学院派人来了，是3年级的学生爱莲，听说他们是从魔王学院来的，还打听了勇者地故事。爱莲决定带他们进去，进入不对外开放的勇者学院。你们这学院也太随意了吧！勇者学院的建筑原是2000年前的王城，不过话说回来，这世界的房地产估计不好做，盖个城堡2000年都还挺得住。校园里挂着加隆的画像，爱莲拿出了历史书，说如果他们想知道勇者是怎么打败魔王的，以及渐强的事情可以问他。沙夏气得不行，什么时候勇者打败了魔王？不是魔王为了和平牺牲自己，才建立了4界墙壁的吗？阿诺斯赶紧捂住沙夏的嘴。从当时2族的争吵来看，人们只会认为是勇者打败了魔王，这样才能算解决了问题。而在人类的历史里，魔王还被叫做阿布斯。阿诺斯问爱莲，学校里有没有加隆的转世？爱莲点了点头，有个勇者选拔班，班上现在有4个转生者。沙夏感到困惑，怎么还有4个？转生还能分叉吗？是不是有个大妈生头，2妈生手，3妈生躯干，4妈生腿，然后组合起来就是勇者加隆？阿诺斯明白，勇者体内有7个根源，只要有一个还在，他就能不断的复活，所以根源分散转生也是有道理的。阿诺斯确定了，这4个人都没继承到勇者的记忆，否则加隆看到错误的历史肯定会有所动作。就在这时，旁边突然有个男的站出来反驳了，他坚持认为历史记录是对的，说什么魔王不可能为了渐强牺牲自己。这个人自我介绍是雷多利亚，声称自己是勇者加隆第1根源的转世，他身后还带着一个自称是第3根源转生的莱欧斯。阿诺斯只能无奈的摇头，这2个人根本就不像是加隆，跟加隆完全扯不上关系。阿诺斯这才明白，真正的加隆只有一个，其他都是冒牌货。莱欧斯还想挑战阿诺斯，结果阿诺斯一眨眼就把他弄飞了。雷多利亚对阿诺斯道了个歉，但那道歉听起来没什么诚意，阿诺斯也不理他，反正他也不是真的加隆，于是就转身离开了。爱莲问阿诺斯他是不是转生者，阿诺斯点了点头，并说真正的勇者比那2个人强多了，他找加隆是因为有个约定。爱莲叹了口气，告诉阿诺斯2000年前加隆就被杀了，就算找到加隆，恐怕也只会感到遗憾。阿诺斯感到震惊，除了他还有谁能杀死加隆？
龙。爱莲告诉他是人类干的，是魔王学院3年级的学生。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到达目的地，却发现阿诺斯他们10天前就已经到达勇者学院了，比赛就要开始了。爱莲突然想起来了，就是10天前跟阿诺斯聊到的关于勇者被人类杀害的事情。米夏能感觉到爱莲身上弥漫着一种悲伤的氛围。这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勇者学院的人已经开始注意他们了，而且3年级的学生首席现在不是联合起来应对外界，反倒是在怀疑阿诺斯，怀疑他在淘汰赛中作弊。阿诺斯反而夸了他一下，说他2天前就到了，表现还不错。首席却不信阿诺斯是暴虐魔王转生，带着团队匆匆离开。下午2校的交流会就要开始了，校长迪耶哥自称是勇者根源的转生，还是勇者班的班主任，让各校的学生来展示一下自己的魔力。勇者这边派出了根源转世的雷多利亚，而魔王学院派的是3年级的首席里贝斯特。结果雷多利亚的魔法阵居然能修复魔剑，而里贝斯特用的魔化魔法却接连失败，现场议论声不断，尤其是勇者学院这边的一直在讽刺魔王学院的人。阿诺斯起身讽刺迪耶哥不要脸了，这交流测试海稿放了针对魔族的魔法结界吗？他一个响指，那结界立刻就碎了，小老鼠一下就魔化了，然后又被阿诺斯轻松抹去。不仅如此，阿诺斯还能用勇者的魔法力西德，甚至用简单的阵法就造出了一把圣剑。所谓的神圣魔法其实就是魔力频率不一样而已，阿诺斯要用的话轻轻松松就行。雷多利亚明白了，阿诺斯毫无疑问是魔王转生，这番话让皇族火冒三丈。阿诺斯一个混血怎么可能是魔王？几个转生勇者擅长火上浇油，一下子就在会议室里掀起了争论，搞得里贝斯特更加不爽了。晚上小爱子来传话，在人类的世界里似乎没有关于杀死勇者的消息，但是有个传说提到未来人类的世界将被黑暗笼罩，只要真心祈祷，勇者加隆的灵神人剑就能再次将世界带回光明。这把剑是为阿诺斯而造的，黑暗与光明的对立象征很明显，不用说，显而易见，这个传说显然是为了杀掉转生的阿诺斯而流传的。这时候米夏和沙夏走了过来，今天是勇者杰鲁凯的庆典，他们3个去人类市场逛了一圈，雷伊和米莎也在庆典上。阿诺斯这位不懂风情的家伙正准备冲上去，沙夏赶快拉住他，提醒他打扰别人谈恋爱可是会遭雷劈的。果然雷伊和米莎之间的氛围很不一般，之前米莎冒着生命危险救了希拉，那些话深得雷伊的赞赏，而且米莎性格温和，总是考虑别人，雷伊忍不住捏了捏他的脸。这时候店主拿来了礼物，雷伊挑了一对贝壳项链，亲自给米莎戴上。阿诺斯他们3个在一旁偷偷围观，风朵花紧挨着米莎欣赏那项链。沙夏回去研究了项链背后的故事。阿诺斯听说过那个米歇尔项链，2000年的时间，战场上的恋人们为了下辈子还能继续相爱，把贝壳做成项链互相赠送。当然这只是故事的开端，后来故事演变成把2条项链合并送给爱人。米夏明白了，一人1条项链，这简直就是在求婚了。人朵花逗雷伊，问他什么时候跟米莎结婚。大家一边笑一边往河边走。阿诺斯四处张望，却找不到爱莲。今天的比赛胜了就有大餐，主要是魔王军对抗勇者部队，地点定在勇者学院的圣明湖底。对方的选手还是那个根源转生者。梅诺老师还没决定我们这边的选手。迪耶哥半开玩笑的催梅诺派个厉害的来，虽然这招不太高明，但对注重血统的皇族挺有效。3年级的学生一听就上钩了。阿诺斯好言相劝也没用。梅诺本来想让阿诺斯参赛，但里贝斯特出面了，他们不希望梅诺老师在外人面前受到嘲笑。阿诺斯也没什么反对意见，点头让他们尽力而为。比赛一开始，阿诺斯问梅诺，里贝斯特的人怎么样？梅诺回忆说，首席刚来时连魔法都使不出来，他其实挺讨厌伤害别人，所以也不喜欢暴虐的魔王风格。梅诺劝他理解，魔王军的本质是把力量分享给队友的魔法，始祖可能也是个不忍心看伙伴受伤的温柔人，这样里贝斯特就变成了始祖的超级粉丝，还开始为自己的血统感到骄傲。阿诺斯没法不同意。这时候3年级的比赛突然出了岔子，魔王城虽然建起来了，但外面的侦察人员发现不了敌人，连召唤使魔都做不到。最初里贝斯特以为是地形的问题，命令队员前去探查，队员们一到前线就失去联系了。面临根源勇者的进攻，魔族这边的魔力完全用不了，很快遭到重击。于是3个勇者准备攻入魔王城。沙夏感到不对劲，难道水下有埋伏的陷阱吗？阿诺斯把魔眼分享给梅诺，原来是勇者学院在湖水中加了圣水，圣水能增强人类，但对魔族极为压制，真是太卑鄙了。明明说好的公平比赛，对方却来这套。里贝斯特完全被蒙在鼓里，3个人还带了防具，轻而易举的挡下了魔王军的进攻，魔法道具直接把魔王城拆了。不仅如此，他们还用圣剑对付那些孤立的学生，这些勇者根本不是来比赛的。阿诺斯把下面的学生都救了上来。梅诺发现首席身上有圣痕，迪耶哥在那儿幸灾乐祸，说魔族太弱了，连圣痕都挡不住，伤口自然无法愈合。总之他们的意思是归咎于魔族太弱，绝不承认在湖水里动了手脚，太无耻了，我动作快点把他揍一顿。梅诺感到内疚。阿诺斯原本打算帮里贝斯特治伤，但他拒绝了，不想接受所谓的假魔王的帮助。直到阿诺斯开口，他说他
让老师太操心了。这时里贝斯特才意识到梅诺是多么担心他，他放下了那点可笑的自尊，把抢来的魔法道具交给了阿诺斯，并且请求他一定要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取得胜利。阿诺斯为3年级的学生治疗伤势，向3勇者挑战再战一轮。3勇者嘲笑阿诺斯说，如果讨厌圣水，就把湖水全抽干吧。阿诺斯听后觉得这主意不错，于是抬手就是一颗陨石，瞬间蒸发了整个湖水。迪耶哥气得脸都扭曲了。阿诺斯叫他们3个下来，3人觉得还没玩够，不顾迪耶哥的命令，直接冲向了水池底部。而让3个勇者如此自信的，其实是一个藏着的学生。魔王军的魔法盖茨其实只是做样子，路人都想揍那3个作弊的蠢货。勇者那边也释放了他们的魔法，阿斯克能清楚地听到一句洗脑的声音，要把魔族全部消灭，但3人却觉得这是勇者留下的意志。勇者的防护罩展开之后，阿诺斯扔下陨石，却没能打破那个结界。一个手持长剑的少女冲了出来，几下就把陨石切成碎片。阿诺斯明白了，原来对手的王牌是他。这个结界可以削弱敌人，增强同伴。以前可能不在意，但比赛有时间限制，必须赶快解决战斗。魔王城能抵消这个减一效果，但得在结界中心建起来。阿诺斯点了点头，带着米夏进了结界，让其他人稍后再进。米夏建设的速度非常快，4个勇者也冲了出来。那个刚才切开岩石的女孩不说话，雷多利亚替她介绍，她叫杰西亚，是学院排名第1，还是加隆的第4根源转生者，4对1。结果阿诺斯轻松把锁链捏碎，杰西亚尝试反抗，但被阿诺斯一挥手打飞。他发现还有别人在维护结界，城堡建成了。刚从地上爬起来的火勇者莱欧斯被沙夏挡住了去路。作为末日之女，沙夏冷眼看着这个傲慢的家伙，真的生气了。他的杀伤力非常恐怖。今天莱欧斯真是倒霉，他以为能轻易对付沙夏，召唤圣剑向沙夏挥去。沙夏在躲避过程中被逼入结界，周围都是高威力的光束。莱欧斯狂笑不已，说笑的人运气通常不错，但经常笑的反派总是倒霉。莱欧斯启动了魔道具，冲向半空，但还没接近沙夏，突然一个急停倒栽葱摔了个脸盆大翻。沙夏轻松夺回了他的魔道具，原来那道具涂了剧毒，莱欧斯还傻乎乎的把它贴在胸口。至于怎么破解这光束结界，你猜为什么？她被称为末日魔女。另一边的战场，雷伊正在和勇者海涅对决，2个剑客的较量，连阿诺斯都认可雷伊的实力。海涅真是倒霉。话音刚落，雷伊一剑砍断了他的手臂。据说叠加2把圣剑能造出圣痕来，雷伊不只掌握神圣之力，还能同时挥舞2把圣剑。阿诺斯看向下方，阿诺斯的对手是雷多利亚。雷多利亚表面光明磊落，却让杰西亚从背后偷袭，2人联手还是不敌阿诺斯。雷多利亚见状不妙，启动了阿斯克来集结支援。阿诺斯2000年前就见过这一幕。雷多利亚冷笑道：2000年前人类才10万，现在已经有1000万人了。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过这可不是特摄剧里的镜头。没想到阿诺斯也能施展。阿克斯，笑话不就是拼谁的粉丝多吗？他这边可是有统一派的8大高手。于是大家开始用歌声来助威。雷多利亚的攻击在8大高手的支援下被阿诺斯轻松压制。他不明白为什么1000万输给8个人。阿诺斯一笑，那1000万人只是暂时迷上你了，信仰的分量完全不在一个级别。这时阿斯克开始用洗脑催眠控制众人。阿诺斯解开了魔法阵，谁料到雷多利亚居然让杰西亚施展了终极自爆魔法。巨大的魔法冲击一散开，阿诺斯站得岿然不动。突然又出现了另一个杰西亚，阿诺斯一把抓住他的本源。这时艾莲的声音响了起来，他请求他赶往神殿打破枷锁，他是唯一能阻止杰西亚自毁的人。阿诺斯命米夏先行赶往神殿救援，不料迪耶哥也跟了过去。他始终认为是魔族毁了人类。米夏争辩道，那场战争早已是2000年前的事了，但迪耶哥仍旧不肯放过，甚至激活了神殿的圣光。在米夏受伤后，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魔王学院的学生安全返回。眼看他要摧毁沙夏的本源，阿诺斯一剑穿透了迪耶哥的腹部，赶紧将米夏护起来进行治疗。迪耶哥在阿诺斯的手中灵魂被抽出，痛不欲生的死去。阿诺斯又将他复活，逼问出勇者学院的真实目的。阿诺斯对此表示怀疑，他不信迪耶哥是加隆的转生者。一番魔化后，迪耶哥内心的丑陋显露无遗。迪耶哥尝试施法，想让学生们攻击魔王学院的人，结果魔法还没施出去，阿诺斯一伸手就把迪耶哥的本源抓了出来，然后慢慢讲述勇者加隆真正的战斗方式。摧毁根源的痛苦超过死亡，加隆身上就有7个根源。当年他们俩打的时候，阿诺斯一直在摧毁加隆的根源，但总有一个能留下，所以加隆一直能复活，从不放弃挑战。因为他明白，如果非得有人牺牲自己一个就够了。像那种用学生自爆的渣子迪耶哥，肯定不是加隆转世。这种充满仇恨的人，根本不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英雄，肯定不是您老牵挂了2000年的对手，能差吗？阿诺斯粉碎了迪耶哥的根源，抱起受伤的米夏往神殿深处走。此刻的艾莲被困在中央的黑球里，他把自己的真实身份透露给了阿诺斯。艾莲其实不是人，而是一种人形魔法。原来艾莲是竞技魔法的人形化，她保护着整个勇者学院。阿诺斯这才搞明白勇者学院的结界是怎么回事，难怪这里的治愈效果没完没了。原来艾莲最擅长正是根源魔法。杰西亚的根源自爆很危险，阿诺斯一挥手，保护罩立刻裂开，艾莲取消了覆盖学院的保护罩，学生们停止了盲目攻击。艾莲把勇者学院的真相公布了，原来装在黑球里的全是杰西亚的分身，这些孩子都是以他为模板克隆出来的。阿诺斯皱了皱眉，连魔王都想不到这种事。艾莲说这是2000年前的遗留魔法，是
是加隆队伍的老大杰鲁凯搞出来的，这货对魔族恨之入骨。即便战争早已结束，杰鲁凯的怨恨依旧没消。就为了让人类永远记得对魔族的恨，杰鲁凯把自己的魔法拆成2半，一部分变成了勇者部队的阿斯克，不停地用他的声音煽动人们恨魔族。加隆当时反对这一套，结果被支持杰鲁凯的人暗杀了。从那以后，加隆就没再转生。爱莲觉得他可能对人类失望了，而杰鲁凯的另一半变成了爱莲，但爱莲却是个失败族，他没继承那份对魔族的恨，只继承了克隆杰西亚的任务。爱莲明白这样下去，战争永无止境，他希望阿诺斯能摧毁他的根源，不忍心再让这些无法说话的克隆孩子受苦。爱莲以为杰西亚不会原谅他，但他没想到，所有的杰西亚都求阿诺斯救救他们。阿诺斯答应了，这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大家都高兴了吗？搞定收工，好像看见上条教主和玉板妹妹了，元素太多了。这时候迪耶哥带人突然冲进来，他也是被根源克隆复活的。爱莲点了点头，如果不把他杀死，不管杀迪耶哥多少次，他都不会真的死。但迪耶哥还没来得及动手，七魔皇老中的3位突然冲了出来，一举手就干掉了迪耶哥。而那个自称能毁灭一切的真魔王阿布斯，竟然轻松拔出了勇者的神剑。阿诺斯刚要出手，结果被阿布斯一反手就削断。他宣称要毁灭这个世界。迪耶哥的克隆也四处传话，神剑不翼而飞。那位残暴的魔王又回来了。迪耶哥宣布要开战，要让那些愚蠢的魔族受到惩罚。与此同时，阿布斯带着3名七魔皇老公然对魔族宣战，继续2000年前的恩怨，让人类看看得罪魔族的后果。所有魔族对他们的始祖无比崇拜，立马集结了魔军，直奔边境抗击人类。小爱子把消息传给了阿诺斯，阿诺斯觉得2000年前没解决的事情，现在得自己来收场。恢复记忆的七魔皇老决定支持阿诺斯，沙夏和他的队伍也都决定跟阿诺斯一起去战场。阿诺斯点了点头，他让大家先休息一晚，第2天就出发。战前，雷伊发现米莎很担心，虽然他没了记忆，但雷伊感觉自己2000年前也曾经上过战场，于是他安慰米莎，这次没那么严重，大家都能安全回来。气氛也逐渐缓和了。米莎羞涩地抬起头，雷伊这时解下了他的贝壳项链，居然在开战前向米莎求婚了，还保证自己一定会安全返回，真是哪来的勇气，在战前立这种 flag 呀？难不成靠阿诺斯的大复活术？这场战斗，阿诺斯的目标是赶到前线阻止双方的战斗，同时寻找解除阿斯克洗脑的方法。阿诺斯的唯一条件是确保无一人伤亡。人类的部队已经准备就绪，魔王的军队也在赶来的路上，所以阿诺斯得阻止自己的人。沙夏和米夏领头一个小队，成功拦截了敌方军队。统一派的8朵花则在后勤支援。米莎用她的精灵魔法帮雷伊提供支持，2人联手给魔王军来了一出好戏，但敌人源源不断，让雷伊的战斗也变得吃力。梅鲁黑斯和其他七魔皇老负责牵制其余3名七魔皇老，而阿诺斯亲自挑战假魔王阿布斯。这时米莎传来消息，雷伊在与魔王军交战中走失了。同时4对1的魔皇们成功将3位同伴击败，但那3人体内的元力却抛弃了躯体逃离。阿诺斯立刻明白，他知道假魔王并非在城堡内。阿诺斯展开屏障，成功挡下了越界的魔王。阿布斯挥舞神剑攻向阿诺斯，但阿诺斯发现了他胸前的闪光，2人开始激烈交锋。阿诺斯抓住了那串项链，揭开了阿布斯其实是勇者加隆，他早已按照朋友的约定前来。没错，那个戴着面具的阿布斯竟是雷伊。阿诺斯在那次祭典上就开始怀疑雷伊可能是勇者转世。雷伊第一次踏入人界就直接挑中了米歇尔的项链，他甚至能够使用魔族无法驾驭的圣剑。勇者原本就有7个根源，而梅鲁黑斯并未被侵蚀，其余的七魔皇老一个接一个败下阵来。雷伊大概不想让阿诺斯察觉，他其实在扮演魔王，而且雷伊的计划也出现了漏洞，比如未被预料到的沙夏和米夏以及魔剑大会都是他未曾计划中的。但雷伊想救自己母亲的心意绝对真诚，因此阿诺斯相信雷伊假扮魔王肯定是为了拯救某些东西。雷伊却说阿诺斯说的没错，人类确实是脆弱的。当初得知老师要杀害2000年后转世的阿诺斯，雷伊拒绝了这个计划，结果却被老师背叛。为了防止阿诺斯被杰鲁凯杀害，他用神剑将阿诺斯斩断。作为魔王的命运，虽然世人忘记了阿诺斯，但他的事迹却被铭记。于是新的魔王阿布斯应运而生，但人类并不打算放过阿诺斯，尤其是杰鲁凯领头的仇恨派。于是加隆有了一个计划，如果他变成阿布斯，替阿诺斯承受人类的毁灭，这场永无止境的诅咒也许就能终结。阿诺斯震惊，尽管被人类背叛，还是想帮他们解除诅咒吗？雷伊点了点头，他认为这是勇者必须背负的使命。阿诺斯终于带来了和平，他不想看到阿诺斯被人类杀死。阿诺斯掏出那条项链，问他是不是不在乎米莎了。雷伊当然还在乎，但他更想保护阿诺斯，争取来的和平。阿诺斯也不会眼睁睁看着朋友去死，于是2人一起出手，彼此都不肯退让。阿诺斯出手更狠一些，仿佛要把雷伊这固执的家伙打醒，所以每次动手都让雷伊的根源碎掉一片。而身为勇者转生的雷伊对身体的痛楚毫不在意，紧咬牙关继续与阿诺斯对抗。他的理想和目标是以自我牺牲换取和平。正如米莎所言，如果现在不救人，以后也不会有勇气，即使根源被捏碎，他也能不断重生，直到最终战胜阿诺斯。谁料雷伊突然反击，阿诺斯竟然停手了，让他的剑直接刺穿了自己的根源。你看这俩基友真是有那么一点带点 homo 的气息。在墙壁坍塌前，阿诺斯还帮雷伊换上了勇者的装束，自己则披上了魔王的斗篷。按照雷伊的计划进行，残暴的魔王被杀，人类的仇恨也随之消散。阿诺斯下令魔王军撤回，禁止报复人类。雷伊沉
默不语。自从2000年前，他就一直在战斗，无论是生前还是转生后，唯一向他伸出援手的就是阿诺斯。在雷伊眼中，阿诺斯才是真正的英雄。雷伊抽出长剑，阿诺斯彻底在空中消失了。魏导演，这个剧情是不是太过了？这简直就是偷摸大鸡啊！雷伊也发表声明，命令人类军队撤退。谁料迪耶哥这个傻瓜还不满意，偏要把所有魔族都灭了，甚至让1万名杰西亚准备自杀式攻击消灭所有魔族。艾莲突然出现，劝大家停止战斗，特别是迪耶哥心中的仇恨，那根本就不是他自己的。他一怒之下成了牺牲品，结果把阿斯克中的杰鲁凯给召唤出来了。阿斯克里的杰鲁凯要求灭绝所有魔族。雷伊对自己昔日导师的堕落感到非常遗憾，决定亲手结束这一切，但用神圣系的神剑根本伤不到杰鲁凯的执念。米夏和沙夏站出来了，他们始终相信阿诺斯还没死，决定施展家族的合体魔法，姐妹俩合为一体，变成了白发御姐，力量也大幅提升了。他们的目的是争取时间，等阿诺斯回来。杰鲁凯操控着杰西亚准备自爆了，艾莲一个人挡不住，好在雷伊及时加入了，米莎也来帮忙了。姐妹俩虽然破坏了半个魔法阵，但还是有好几千杰西亚在控制中，时间真的不够了，爆炸看起来就要发生了。突然一个巨大的魔法阵出现，一下子就解除了杰西亚们的控制。阿诺斯居然恢复了自己的本源，好像是从地狱里爬回来似的，利用敌人的攻击恢复了本源，前提是他得先挨一次。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雷伊这个勇者能杀死阿诺斯。杰鲁凯决定要把所有人类的希望都抽走，打算彻底结束阿诺斯。阿诺斯只是冷笑，说强行抽走的希望没什么用。杰鲁凯还是不听，把希望变成了实体，一个巨大的圣骑士，巨剑砸下来，却被雷伊一剑挡开。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决定一起上，把这1000年仇恨彻底结束。雷伊挡住了杰鲁凯的魔法，阿诺斯用锁链向他本体喷出猛烈的火焰。杰鲁凯大笑，虽然阿诺斯复活了，但他之前的伤还在，魔力也没完全回来，现在他杰鲁凯才是这世界的规则。阿诺斯冷笑，比粉丝团是吗？他又不是没朋友。于是统一派的8朵花华丽出场，这场战斗变成了歌舞表演。杰鲁凯挥出圣剑攻击，艾莲站在魔王军前面喊他们赶紧撤。魔王军的头也豁然开朗，想起2000年前的魔王，为了牺牲自己建立了防护墙，现在这个想停战的阿诺斯才是真正的魔王。于是魔王军也站出来帮忙了，沙夏姐妹忙着筑起城堡，魔王军开始帮助人类的伤员。杰鲁凯看不惯这一幕，他觉得消灭魔族是他的使命，没想到雷伊一剑就把杰鲁凯的命运给斩断了。阿诺斯告诉他，这并不是人类憎恨魔族，只是杰鲁凯自己在憎恨，所以杰鲁凯的命运只需要一剑就结束了。最后阿诺斯和雷伊一起发起攻击，杰鲁凯挡不住了，两族最强者的合击。在临死前，阿诺斯把杰鲁凯贝壳里家人的记忆释放出来，杰鲁凯终于解开了心结，在世界中消失了。米夏和沙夏飞奔进阿诺斯怀里，雷伊也抱紧了米莎。阿诺斯按约定解放了艾莲，把她变成了自己的魔法。魔族这边也平静下来了，阿诺斯带着艾莲和双夏回家了。结果伊莎贝拉又误会艾莲是他的女朋友了，还以为有万个孙子。阿诺斯这回可真成了渣男的代名词。